你们知道让中国老人和外国老人一起带孩子是什么结局吗？结局就是中国老人除了带孩子，还得带外国老人。我和大胖媳妇一起出差了，就留我爸和我婆婆在家一起带孩子。这一早上孩子连玩带闹，太累人了。我爸就想出了一个能短暂解救自己和温迪的方式，让孩子去躲猫猫。反正我爸也没准备跟孩子们真玩，就寻思让孩子消停一会儿。我爸的计划是宣布现在开始躲猫猫，然后孩子们一跑，我爸呢就可以给温迪沏一杯茶，俩人休息一会儿。我爸没想到，他一宣布，孩子们，咱们现在玩一个游戏，叫躲猫猫。温迪 I love that game， 噌家窜出去了，狗都追不上。人家张大铁已经找好的地方，我婆婆觉得好，跟张大铁抢。张大铁说不行，这是我选的地方。温迪告诉他，孙子，咱俩换。我本来选的地方吧是狗窝，但是亲爱的上帝，谁能想到那还有只狗？拿铁，这样我给你2块糖，咱俩换。温迪就藏起来了。朋友们，一个加拿大60岁的老太太，顶着190的血压和33度的高温，足足17分钟纹丝不动啊！不为别的，只为了成为躲猫猫的猫王。15分钟之后，孩子憋不住了，在窗帘后边发出了银铃般的笑声。我爸一看也歇了足足15分钟了，就说游戏结束了，你俩赢了，天也晚了，也不热了，咱出去遛狗吧。仨人上电梯都到1楼了，我爸突然想起来少个人。少个人啊？温迪呢？不要说，不用说。不要说。这把忘记了，没找他呢，赶紧给找回来。你赶紧找哪个去？他不定搁哪眯着呢，你闷死了一会儿，哎呀，这不是大活人吗？你说说吧，温迪有多不好带？温迪还给我打电话投诉我爸，说我爸老不带他玩，让我爸教他练剑，说想了解一下中国老年人闲云野鹤的生活。我爸没办法，只能带上他一起晨练。不要问题，咱们还是学最简单的。使劲，出汗了，乖，咱俩回家吧。多动症有点，哎又来，给我爸忙得坏了。温迪这边跟我爸学练剑，人家温迪根本不看孩子们，温迪经常让孩子在外边随便玩，踩泥巴、钻沙堆，这都还好。真正让我爸崩溃的是，踩完泥巴、钻完沙堆之后，回家直接穿鞋上床，随便踩。那你说谁对干净都有自己的理解？咱不站队了，我只知道论干净还得蓝月亮。我还特意去人家的洗涤科技馆学习知识，还实操了，搭配玉图神器，让游班无所畏惧，轻松搞定日常衣物、床品污渍，连难闻的汗味都能有效去除，好神奇！哎，我发现很多老外都这样，穿鞋可以直接踩在床上。我问温迪为什么，温迪说被是有2面的，外面咋埋汰没事儿，你钻被窝里干净的就行。而且如果你的顾虑是怕鞋脏，那没事儿。今天我领孩子出去玩的时候，压根是没穿鞋。等我出差回来，发现我爸和温迪都不在家。一问，我爸领温迪看中医去了。我爸觉得温迪肯定是火大或者什么毛病，造成了他的躁郁和癫狂。然后人家医生问温迪啥，睡眠呢、饮食啊、心情啊，温迪都说特别好。医生就问我爸，那他到底是哪儿不舒服？我爸说他让我不舒服。你刚才是不是差点让出租车司机给打了？我们一家出去玩，从郊区回来，在高速上，然后司机就错过了一个下高速的口，然后他就想问司机说：“你是不是瞎？”然后你咋说的？你是不是瞎？对，他问人家你是不是瞎，人司机说：“你说谁瞎呢？”他说：“不是，我说你瞎，叫皇上你瞎。”然后跟人说：“你现在不瞎，啥时候瞎？”你说我瞎？你说他是汉语，一天目的地和目的也分不清，一上车老告人司机自己目的在哪儿，打个车打的孤魂野鬼的，整的把人司机接着他都不敢踩油门，不想上路。前几天自己去火车站接拿铁去了，上车非常流利的说：“北京朝阳站。”人家司机呢就想确认一下下车地点，说：“出发呀。”我老公说：“出发呀 ，Let's go。”到了出发层，我老公发现这口不对，跟司机说：“不对，不是这里。”司机说：“我问你出发呀，你说出发呀。”我老公也很委屈，那你问我出发呀，那肯定是出发呀，那要不然我跟你玩呢。司机说：“你应该说到达。”我老公说：“你都没给我送到地方呢，我到什么达？这属于拒载的一种。”司机说：“你接还是送？你自己不知道吗？”我接我儿子，我知道啊。还是送是谁呀？还是送是谁呀？他现在真的是北京出租车司机命中的一道坎儿。那司机跟他说话吧，你说鸡同鸭讲呢，你对不起鸡鸭；你说驴唇不对马嘴，你都对不起那驴唇。我说你别出去祸害人了，咱家可以考虑买个车。我说你中国车太多了，我不敢上路，迷糊。今天有机会让你看一下这个雪佛兰全新克鲁泽，让你试试车，走。OK，干嘛走的？你快进来感受一下，我都怕你进不来。哎呀妈呀，就连你都能在里边随意蠕动的车，这空间可挺旷的。这个蛋，这个饭特别酷，敢睡在床上。你想说的是这个档和这个风很酷，感觉在船上。你看这车能唱歌。I don't care
what they're going to say. Let the storm rage on. 这车也不贵，我支付得起，你给他锁里头。我爸特别呛我，他跑调。昨天我和大胖媳妇去给载奥达开了一个家长会，我非常的震惊。载奥达去的吧是一个国际学校，因为他前年刚从加拿大回来的时候汉语特别不好，老师讲课他是肯定听不懂的。我怕他学习上啊、交友上啊太困难，我就一咬牙一狠心给他送去了国际学校。我寻思学校学费那么老贵，一定是有一些让我折服的地方。然后今天我去了。我的确很折服。到了学校，我其实心里已经准备好接受老师谈话，挨点批评啥的。我们呢就来到了数学区，桌上有个大板儿，板儿上有4个数字：5、33、49、91。请你回答这4个数字中哪个数字和别的不一样？我就想哈，如果是张大铁幼儿园小班这道题，那大概率是5。但是载奥达是小学2年级，鸡兔同笼的年龄，所以那5它肯定是一个诱惑性的陷阱性答案。然后我就开始在那儿什么奇数、偶数、质数、合数各种角度搁那想到底是哪个。然后老师就来了 Tell me, Zelda. 哦，告诉老师你的答案。载奥达说5啊，我心想完了，陷阱答案。Amazing, that's amazing. 哦，那么请你现在告诉老师为什么是5？载奥达说，因为5就一个数 Yeah, yeah. 别的都是2个数。Amazing, that is brilliant. 我不得不说这是一个伟大的观察。2年级了，朋友们，2年级了，这个观察咱说真的堪称伟大吗？我相信张大铁肯定能答出来，我甚至相信俺家的狗，它喝2天脑白金，它也能答出来。然后载奥达说，你要是让我说，其实每一个数字都可以是答案，它都有不一样的地方。比如说33，它就是唯一一个2个数字一样的。老师 That is amazing, good answer. 我爱你的逻辑思维，我爱死了你的智慧，我爱死了你那独特的表达。Who said 每一个问题都有个标准答案 ？Who? You are a 可爱的、独立的、amazing 的思考者。OK？ 哦，现在你应该原地为你自己感到自豪。Are you 自豪了？因为我自豪了，我自豪了。我震惊了，我不适应。但是大胖媳妇就说，这样是对的，要鼓励孩子的这个想象力，让他有信心，让他有自信。你就是没有那个耐心，你不信，你用这种方式你试试，一定会激发孩子最大潜能。我说我不是不愿意尝试，但是咱俩打个赌，我不觉得咱家张大铁老干部会无比青睐这个 amazing 的教育方式。那为了孩子更好成长，我也愿意尝试一下这种就是在我眼中看似有点太夸张的鼓励型教育。我也要回家 amazing 张大铁。当妈真不容易，我也得给自己准备一份节日礼物。SK2 限定魔方礼盒，翻转设计每一面都很好看。神仙水也是老朋友了，稳住我的肌肤状态，每天早晚拍一拍，赶走熬夜陪孩子的暗沉和皱纹。当妈的每一面我都要美。Amazing. I love the way you think. Amazing. You did a wonderful job. Amazing. You are amazing. You did amazing. Amazing. 别上我，让你卖去。大铁，你在拉臭臭吗 ？Amazing！ 我爱你拉屎的节奏，我爱你拉屎的味道，你闻见这个屋的味道了吗？没有。这全都是因为你，我爱你拉屎的氛围。Amazing！ 我打了个板，啥玩意儿？哇，真的 amazing！ 你有金块啊？你是孙悟空啊？你还知道孙悟空打白骨精呢？孙悟空老爷，孙悟空拿金箍打白骨精、狐狸精，啪啪啪啪。我也打孙悟空打白骨精。